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如懿传》，剧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皇上宠极一时的女人，结局大多悲惨，反倒是海兰、婉嫔这样不受宠的女子，活得长，晚年也平静。这样看来，这世间的事儿，好中藏着坏，少背后是多。今天咱们就以海兰和如懿为例，聊一聊少即是多。第一，皇上给海兰的宠爱有多少？《如懿传》中的皇上对如懿是真心爱过的，对富察皇后、高贵妃、颖妃，尽管没有很多爱，却因顾及他们的家族势力，面子上也要过得去。唯有对海兰，从一开始，皇上就把她当成一个泄欲的工具，不但没有付出半点真心，也毫无忌惮。很多人说海兰对皇上心冷，其实海兰之所以心冷，是因为敏感的她早已从皇上的态度中解读出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如懿过生日，惹怒皇上，皇上拂袖而去，转身进了海兰的房间。海兰虽然胆怯，但也尝试着和皇上说话，然而皇上却粗暴地打断了他，说：不要和朕说话，只有在你这里，才不会有人烦着朕。皇上冷着脸说出这样的话，就算换了会撒娇的贵妃，懂风情的嘉妃来伺候，又能如何呢？何况是对皇上本就畏惧的海兰。后来如懿进了冷宫，为了救如懿出来，也为了自保，向来不喜浓妆艳抹的海兰也不得不投合皇上的喜好，穿色彩鲜亮的衣服，盛装打扮。从海兰将所有的首饰拿出来精心挑选的那一刻开始，她就已经明白自己要以色示人了。然而以色示人，色衰而爱弛的道理，华妃不懂，但海兰是懂得的。尽管如此，那一段时间的相处中，她对皇上也未必全无感情，哪怕真的没有感情，她的心中总有一些期待。期待皇上对她的好，并非全因着美色和如意的缘故，在这些之外，能有那么一点点真心。然而海兰的这点期待的火焰很快就被掐灭了。当如意出了冷宫，皇上不需要借助海兰来了解如意的日常。当皇上看到海兰肚皮上的妊娠纹，她的美色的优势不在了，皇上连表面上的体面也没有给海兰，直接让人把她抬走。茫茫夜色中，海兰无声无息地流下了一滴泪，随着这一滴泪的掉落，她对皇上的感情以及曾经的美好幻想全部覆灭。第二，少一分感性就多一分清醒。后宫的争斗是残酷的，帝王之心是冰冷的。海兰早早就从高贵妃的诬陷中，嘉妃的奚落中，富察皇后的藐视中，阿若的一巴掌中，皇上冰冷的态度中，了解到了这些。海兰曾经那么低，就像被人踩在脚下的烂泥。然而烂泥也有烂泥的生存之道。当嘉妃和高贵妃吃饱喝足了，坐在亭子里，把海兰叫过来打趣儿，问她侍寝的时候皇上脸色如何，和她说了什么的时候，海兰回：我在皇上面前连头都不敢抬，看不到皇上的脸色，皇上也不大和我说话。她的回答让嘉妃和高贵妃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自感无趣，就走了。后来海兰成为了一个母亲，她也将这种生存智慧传授给了五皇子永琪。当四皇子永成锋芒毕露时，永琪韬光养晦，无论永成多么傲慢，多少次出言不逊，永琪永远是一副安分守己、低调谦逊的样子。也是因为对皇上的感情全部消失殆尽，海兰看问题只看实质，不牵扯其他。淑妃会因为看清了皇上对她不爱而自戕，如懿会因为皇上听信天象之说，不来看望痛失爱子的她而赌气。海兰却再也不会因为皇上看清她不爱她而起一点情绪的波澜。也因为没有了爱的牵绊，海兰能够了解皇上，也敢于承认皇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如懿还幻想着万一自己查出真相，皇上就会放过凌云彻的时候，海兰已经看出如懿和凌云彻都已入穷巷，破解的方法只有让凌云彻死。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如懿传的后期，海兰处事总是干净利落，如懿却拖泥带水。海兰总是能够精准的权衡利弊，站到正确的位置，如懿却每每感情用事，冲动起来像个孩子。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如懿比海兰愚钝，而是因为如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皇上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一句此次秋险，一路保重啊，是如意对皇上最后的牵挂。如懿传中的海兰，低开高走，得到的资源最少，承宠最少，却养出了最优秀的儿子，活得长，也不被感情所累。从这个角度上，他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少即多，但如懿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一儿一女都夭折，唯一活到成年的12皇子资质平平，自己也早逝，看起来把好好的一手牌打得稀烂。但是他是这深宫中唯一真正嫁给真爱，也曾被对方捧在手心疼爱的人。人生若能这般绚烂过，活得长活得短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别人眼中的少，在他自己心里却最多。这个世界的美和好是多样的，每个人对生命的追求和理解也是多样的，个人的评价标准更加不用趋于一致。少即多，好即坏，你所认为的路的尽头，其实是另一段路的开端。跳出思维划定的圈子，换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都会因你而转变。好了，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